嗨哟，我是凉凉。前几集和大家讨论比较多观念的内容，因为兽人这边开始就需要一点技术分析，所以这集想要稍微和大家讨论一下目前练功的进度，还有要注意的东西。延续上一集说的内容，目前30等就可以去兽人洞窟外练到约40等，这样就可以接取伊甸园的装备任务。其实前面的等级就有相关的伊甸园装备任务可以接取，但是因为考量练功的路线，我自己是习惯到兽人区间之后才接取任务。毕竟前面的怪也很好打，不是那么需要马上就拿到伊甸园的装备。而且兽人区的装备任务有个好处就是，我可以接取任务后先不打任务相关的怪物，只要任务还没完成，和 NPC 对话，我就可以白嫖他的补血补魔，我觉得这样很客家。但主要对我而言，这区间的装备算是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我觉得被摸几下之后就去找 NPC 取暖补血比较舒服。再冷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。所以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穿衣服的感觉的话，还是可以直接把任务接完，拿完装备，然后再进去兽人洞窟里面练哦。这集本来想要先讲一下火墙跟走位的东西，但是突然想要插播一下大家打怪练功应该要建立的好习惯，所以再延后一下好了，爽啦！你现在才知道。大家如果有稍微爬文的话，应该不难发现每个伺服器也会建立起自己一套的练功团路线。像是老茶大多数都是从石头玻璃、岩浆玻璃开始有团练，再来就是神圣圣域、龙2、龙3、幻海、幻龟、幻森、奥丁、龙4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决定练功地点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吗？上一集就有和大家提到，通常我们决定一个地点适不适合练功，其中的要素就是那张地图的怪物属性、种族，甚至是体型是不是较为单一。虽然说现在练功的地图已经比较偏公式化了，反正大家广播说要打哪里就是打哪里。不过还是想要顺便科普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老玩家们会倾向于来这些地图练功。因为如果新人们有稍微研究一下装备和卡片的话，应该不难发现 RO 有许多增加伤害的东西，就是针对怪物的种族、属性、体型来进行增伤。再来就是针对玩家自身的 ATK、MATK 技能增伤、攻击属性来进行增伤。所以我们在准备装备上，其实不应该蒙着眼睛选择疑似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装备或卡片，应该是要先问自己，我现在要打的地图是哪里？那边有什么怪？怪物的属性、种族、体型是什么？自己的职业流派、技能本身的公式长什么样子？你才有目标跟方向，决定自己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来应对，不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巴哈通常会在新地图开放时，就会有相关的怪物资讯总整理出来，所以熟练的老玩家们通常都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，准备相对应的道具装备来应对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看外表就可以猜出怪物的各类资料，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没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假的。毕竟 RO 玩到后面，你会发现 RO 是各类公式还有数据所形成的世界，各种资料都有被误植的可能，进而影响 RO 这个世界的。所以以下的话非常重要，请新人们一定要警惕。第一点， RO 内写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，尤其是技能说明、游戏道具都有出包的可能。第二点，巴哈的新德文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。最近 RO 一直在进行各种更新还有优化，请你一定要确认一下文章的 reference 的时间点是不是近期更新的。就算是近期更新的，也请先看一下留言有没有针对内文提出修正，才可以整篇参考。第三点，官方的公告不一定是对的，有的时候新的道具有说明没时装，有时装没说明，甚至偷改或是错误引进 KRO 的设定，这都非常常见。第四点，我讲的话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我会尽量和各位解释前因后果，让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批判性思考。若是以后的版本有优化修改，导致我以前说的话和现今版本有所冲突时，你至少可以知道这前后的差异在哪。譬如说在优化前，我可能和大家说可以使用冻浆术作为控场技能，因为它的冰冻率几乎高达100%，所以一定要把这招点满。但是优化后的冻浆术，因为已经删除冰冻效果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知道当初我说要点满的理由还存不存在，你就可以自己判断冻浆术还有没有点满的必要。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是，
有些前辈在分享配点时，不一定会那么勤劳地告知新手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点，顶多就是针对重点技能额外多加解释。譬如说，还是会有一派的咒术会想要花费点数去点满陨石术还有怒雷强击，但纯粹是基于念旧才把它点满的。或是有一派赞美主教会想要花费点数把审判点高，为了自己刷活动怪或是刷简单的副本比较方便。大家有各自的理由还有心路历程，也因此 RO 的职业多样性才会那么复杂。所以我很鼓励新手们一定要自己找时间把自己的技能一个一个看过，甚至是去找技能的详细资料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流派，然后再去巴哈翻一篇论文式的分析教学也是很棒的哟。还是我之后有机会也来开一篇巴哈论文写作课程算了。想得美，自己的作业自己做。回到正题，以初期法师而言，怪物的多样性甚至是影响走位难易度的关键之一。因为每个怪物的行走速度都不一致，大家在偷怪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走路比较快的怪 A 到。所以法师在练功的时候，就会很需要火焰之臂这个技能来协助抵挡怪群，争取四周大法的时间。火焰之臂这个技能说简单也不简单，说复杂也不复杂。它具有多段性、方向性、击退性这3个特性。依据这3个特性，演化出了直火、血火，甚至是210式火墙的释放技巧。因为怕影片时间拖得太长，所以在讨论释放技巧前，就先稍微和大家介绍一下火墙的构造。在所谓的直火，也就是垂直或水平释放的火墙，它是由3道火柱所构成，且同一时间，一张地图上自己能够同时存在的火墙只能有3面。而血火其实是由前3后2共5道的火柱所构成的，而每一道独立的火柱可以造成12次50% MTK 的火属性伤害，并且击退2格。不死系怪物则不会被击退，但是会瞬间受到火柱的最大攻击次数。因此所谓的直火，其实就是法师们想要减少耗魔量以及伤害最大化，让怪物行走的路径刚好可以一口气撞到3个火柱，这样就可以延长火墙的使用时间，或是针对不死系的怪物瞬间造成大量伤害。所以预测怪物行走路径是直火成功最大的要素。而所谓的血火，在火焰之臂系列技巧的讨论中比较少见，因为它表面上并没有直火的技巧来得那么干净利落。但其实我反而最想推广给新人的是血火，而不是直火。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过其他 YouTuber 或是巴哈心得教学影片的话，应该不难发现一堆人崇尚直火教学，所以我觉得直火的教学资源相对丰富，应该轮不到我教，大家可以自己先拿来参考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神秘的事情，就是很多小法师们在释放火墙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上好像被直火制约了。常常有很多人拖了一大群怪，然后为了坚持放出直火，反而一个走位不慎被怪咬死。其实这样就有一点本末倒置。当然不是说放直火不对，但是请大家回过头想一下火焰之臂的构造跟特性。直立的火焰之臂，它是由3道个别可以打击12下的火柱所形成的，所以1道火墙它可以进行36下的伤害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当你拖了2只怪同时在路径上，你的火墙对单只怪物的伤害就只剩下18次，3只怪的话就只剩下12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对一群怪进行输出，火焰之臂并不会因为你拖了一大群怪而可以造成范围伤害打击，反而火焰之臂的牵制力会因为你拖的怪越多，它的牵制能力越弱。最后因为直火的走位技巧限制了你逃跑的反应还有路线，导致你瞬间被怪物群碾死。相信有玩法师的大家应该脑海都有浮现以前死亡的画面吧。所以新人们如果还不熟练的时候，反而血火额外多提供了2道火柱，再加上释放方式直观的优点，血火反而会比直火来得适合新手练习偷怪还有练功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任何技巧的时候，不要太拘泥于技巧本身的形式，而是要把招式和技巧本身内化，方能无招胜有招哟。发现自己的站位或走位失误时，请立刻使用苍蝇翅膀逃走，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呆呆过不去。今天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，下一集就可以转职成巫师了。那么剩下的部分就留给我最爱的表演时间咯。耶，强迫中奖的感觉真好。
阿咪老师，音乐请下。好哟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然后练得太顺了，我完全忘记伊甸园装备任务这件事情。但事实证明了，只要你熟练一点，装备其实可以不用太 care 啦。请全部同学都给我把装备脱光去练习技术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